是顶尖雇佣兵的我，穿越到了1970年，如今占据了原主的身体。咋地？让你上咋就这么难？让自己的小姨子好。知情结婚了是不假，但她现在还是干净的。你忍心看我亲妹妹年纪轻轻当寡妇吗？原主被刘之若灌了半斤烧酒猝死，而刘之若为了保护被流言缠身、遭光棍骚扰的妹妹，竟想让原主同时接纳姐妹俩，生米煮成熟饭。我两姐妹都是清白之身，只想找个依靠。今天你同意，以后咱们3个人搭伙过日子，绝对把你服侍舒服。刚穿越旧狱这事儿，可近几年大旱，家里粮食只够我和刘志若饿不死，在家知情根本不够。我饭量小，每天1顿饭就成。哎，行了，又饿不死人，说什么丧气话？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行了，有人看着呢，害不害臊？家里多了一口人，必须赶紧储备粮食。外面天这么冷，你干啥去？正好知情在，不禁被窝暖和暖和。雪停了，老刘说他们要上山打猎，我跟着去，就算打不着也能捞点东西，给你俩补补身子。不好，陈昭可是刚喝了半斤烧酒啊！大雪停了，一群汉子们扛着捕猎装备聚在老刘家门外，个个冻得直吸鼻子。这次老刘头亲自带队，要抓上次跑掉的200斤野山猪。可不是嘛，那猪皮糙肉厚，上次没逮着。小昭，你也来上山？刘哥，想给家里那口子带点吃的补补。是你家一口子，还是2口子？嗨，刘哥你就不要打趣我了。带好东西，准备进山。陈昭怎么也来？他没经验，没摸过枪，就是来分肉的。占着刘家2姐妹，还想白拿资源，识趣点自己走。有地儿进山折腾去，在这儿逼逼掏啥？陈昭跟着你刘哥5人抱团排查，小心点儿。这里有被糟蹋的痕迹，野山猪就在附近，所有人听着。队伍分成2组，地毯式搜寻。1个多钟头过去，野山猪踪迹全无，众人冻得快撑不住。刘哥，还往里面走吗？太冷了。算了，原路返回。我突然侧耳，前方灌木丛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，所有人瞬间趴下警惕。小刘，是不是野山猪？上树，快上树！刘哥，完了！坏了，万山那边出事了！快过去，快过去！枪响瞬间，我挂在树枝上，一手紧握着土枪，野山猪发出嘶吼，子弹正好命中他的眼睛。快跑！楚枪准头凡是差了点。谁还说陈昭没用？老刘头带着队伍赶到，看到浑身是血的我以及地上的野山猪，满脸惊骇。爹，多亏陈昭一枪救了我！多谢你救了万山。陈昭，多亏有你，不然我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顺手的事儿，凑巧打中，狗屎印而已。太川村天色渐黑，雾气遮月。刘之若和刘知情在村口翘首以盼。刘之若手脚发凉，满心后悔让醉酒的我上山。快点回来！哟，这不是知情吗？刚勾搭上陈昭，还想出来沾花惹草，骚狐狸精！陈昭也不管管你，不怕的病。姐，别管他们，我们等姐夫。张菜花，你嘴吃屎了，这么臭！自家男人看不住怨别人，生不出娃怪不了别人。你看，是老刘头他们。陈昭，陈昭。老刘头，凭啥不给我们分？我家那头子也上山了。老王媳妇儿，我向来公道，陈昭出了大力，别说肋骨，这猪本该全给他。
有意见以后别跟着我打猎。陈昭，你凭什么分这么多？家里多2个女人就想多拿？干脆让他们出去卖，养你更省事。够了！张菜花悻悻收手，刘知若连忙张手让我过去。老刘头把前因后果告知，说我该分一半野猪，村民们不满。都听我说，规矩是出力多少得多少。这猪是陈昭一个人打的，还救了我儿子，按规矩该全归他。没事就散了。就算没功劳也有苦劳，粮食紧缺，这肉不能全给他。这么大的野猪，真是他一个人收拾的。屋外一声枪响，刘万山闯了进来，瞬间镇住了所有人。你们要点脸，谁不支持陈昭？我支持。我冷眼望着众人，被刘万山的仗义打动。我只要20阶，余下的你们随意。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谁有意见，自己上山打猎。我把话放这，陈昭是我救命恩人，谁敢为难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在刘万山的威慑下，众人按要求分肉。看着我提起10斤猪肉带刘知若姐妹离开，满心嫉妒却不敢吭声。没想到能分这么多肉，够吃好几天啦。家里粮食还有多少？缸底只剩一点玉米面，省着吃还能撑几天。温饱问题必须彻底解决。我一会儿去找老刘头借猎枪，以后咱们家不会缺粮食，都能吃上肉。猎枪不好借，得拿点实诚东西打点。我想拿几斤猪肉去，你们看行吗？这个家你做主，借猎枪是大事，多给点也该。刘芷若干脆割下5斤猪肉，用绳子穿好递给我。这么多，多给点才能打好关系，以后还能一起上山打猎。我接过肉，叮嘱刘芷若做饭。刘芷晴休息后出门，刘芷若望着我的背影，脸颊泛红。另一边，张菜花记恨我，认定我私下给老刘头好处，才获偏袒。小兔崽子，你家那俩烂肉只会勾搭男人，还有脸吃肉！你们知道老刘头为啥偏帮陈昭吗？你们愿意把肉给不相干的小姨子吗？给亲兄弟我都得掂量。我可看不惯刘芷晴那做派，克夫还勾搭姐夫，往人被窝一钻，勾勾搭搭还不简单？真的假的？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，为了吃肉啥都干。少嚼舌根，正事不干，天天说屁话。你才不干正事，我看你也跟那寡妇睡过。张彩花，管不住你那张破嘴，我直接割了你的舌头！看你还敢乱嚼舌根！张彩花吓得躲到其他村民身后，可众人纷纷推搡，最终把他推到了最前面。都是张彩花先胡说的，要怪就怪他。就是他。再敢说我妹妹一句闲话，你还有你们，都给我等着！众人吓得捂嘴摇头。刘知若瞪了张菜花一眼，收刀回家。刚分完肉不回去吃好的，怎么又来了？这个嘛，我们进屋子说。谁啊？爸，是陈昭。刚分完肉，你怎么又提来？那些闲言碎语别管，肉本就该是你的。刘叔，我想借枪。胡闹！猎枪能随便用，这次是运气好，下次伤着你咋办？没有猎枪难抓猎物，我总不能坐吃山空，家里还等着吃肉呢。不行，我不白借，打到野货分你们1/3。我是为你小命，不是为猎物。爸，小昭有把握，信他一次。老刘头叹气应，拿出常用猎枪，叮嘱用枪要点后让我离开。我提枪回家，恰巧撞见刘芷若拉着抹泪的刘芷晴，二人正说着悄悄话。别让你姐夫看笑话，那破家就是虎狼窝，我绝不让你回去。我进门后，刘芷若简单告知村里的谣言。我去找张菜花算账。别去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了，他再胡说，我绝不放过他。回家不行，把礼物腾出来给你住，中间有墙有门，能方便些。芷晴，听见没？咱们能留下了。谢谢姐夫。你真借到猎枪了？老刘头居然同意了。我说打到猎物分他们1/3，明天我就上山。1/3，明天就去，不多休息2天。我可以少吃点，就你一个人，叫上刘婉山和经验丰富的汉子一起吧。
我一个人够了，不必担心。刘芷若念及我的战绩，选择相信。次日清晨，我背起猎枪走进山小路，碰见张菜花。哟，这么早起床？昨晚没享福哟，还背着个破枪，真把自己当英雄啦！傻叉！看来昨晚那俩姐妹没伺候舒服，这么大脾气。闭上你的嘴，满嘴喷粪！陈昭，你给我等着！他娘的，你要干啥？还不是陈昭那是杀千刀的，一大早背着枪上山，我好心劝他，他还对我动手动脚。他一个人上山，老刘头都不敢独自去深山。千真万确，我受气你不管，净操心没用的。他没把我放眼里，我让他有去无回。你准备东西，我跟着他上山，看他能打到啥。深冬，我顶着刺骨寒风进深山深处寻猎物。我发现灌木丛晃动，端枪靠近，竟撞见一大群野鹿。不料挪动时踩断树枝，声响惊动了警觉的野鹿。该死！野鹿四散，我立刻追去。山脚下的王兵冻得手脚冰凉，一边咒骂抱怨，后悔进山。可想到刘芷若姐妹，又燃起邪念。陈昭出事了，他家里的小美人儿就让我来照顾。一声枪响划破山林，惊飞了所有鸟禽。开枪了，肯定是大东西。富贵险中求，不能白跑。王丁朝着深山枪响的方向狂奔而去，我追鹿群，举枪瞄准，一枪射中神木眉心，上前电拽的鹿茸，费力拖鹿回家，雪地留血痕。天助我也！陈昭真捕到野鹿了，这鹿绝对不小。王兵刚要行动，身后传来声响，回头竟对上2只狼的绿眼睛。狼，有狼！救命啊！野狼猛地扑向王兵，惨叫声在山林中回荡。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王兵！王兵早已昏死过去，野狼被我的喊声吸引，我开枪击毙一头，狼扑了过来，我脸颊被擦破，迅速上好火药，开枪打死野狼，补刀抹断狼颈后才松气。这猎枪只能上1发子弹，紧急情况根本不够用。把它带回家养，长大了说不定能一起捕猎。我披着鹿皮，抱着小狼，拖着重伤的王兵下山。村门口天黑后，等不到王兵的张菜花正焦躁，恰巧遇上刘芷若姐妹。不要脸，两女共侍一夫，也不害臊。陈昭，老王，你怎么了？是陈昭害的你，对不对？你好心担心他，他倒对你下毒手。哭嚎声引来村民围观，将几人围在中间，不明真相的村民纷纷指指点点。陈昭心思也太歹毒了，以后可得避着他家点儿。他怎么了？被狼抓的，我赶到救下了他。老刘头，你来的正好，替我家老王做主。张菜花，别冤枉陈昭，这是狼爪抓的痕迹，伤得不浅。听到了吗？是我男人救了你男人，要不是他，你早成寡妇了，还诅咒我，有没有王法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一个人打了野鹿，还从狼嘴里救了王兵。我拖着雄鹿回来，听到求救声，赶过去时，王兵已经被扑倒了。老刘头看到我腰间的狼皮和肩上的狼皮，满脸震惊。那你得拿肉赔，要不是你去深山，我家老王也不会受伤。老母猪拱地就你嘴有劲儿，不就抢了陈昭的猎物？你男人摸枪都能尿裤子，还说担心陈昭？之前捕野猪，就他叫的最欢。哼，王兵干活最少，分肉时张菜花嗓门最大。我们信陈昭救了人。张菜花无地自容，连忙带着王丁狼队离开。这就走了，没意思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入夜刚睡着，村落里突然传来狼嚎，我瞬间惊起，做起了动静，吵醒芷若。他刚要开口，又一声凄厉狼嚎，让他彻底清醒。是狼，狼进村子了，咱们这木门挡不住，怎么办啊？芷晴也慌乱起来，我安抚好姐妹俩，穿衣往门口走，二人紧紧跟在身后。我贴门听着狼采血的声响，这些狼是闻着气味来的。狼刨越来越近，姐妹俩吓得浑身哆嗦。我握紧短刀正要开门，被刘芷若按住。别去，夜里狼视力好，出去太危险，躲在家里才安全。我深知自己是家里顶梁柱，不能冒险，带着姐妹俩整夜守在炕上，一人盯门，两人守窗，直到天亮。狼嚎渐远，开门见院子狼藉，鹿皮狼皮全被啃坏。村民们也陆续出门，纷纷涌去老刘头家求办法。老刘头，我家食物全被狼吃了，我家的排骨还没吃就没了。我家老王重伤在床，我守着他还得防狼，
一晚没睡，这盆里只剩斗血水了。大雪封山，狼没食物，才来村里扫荡。如今只能进山打狼，把他们赶出这片区域，不然以后会一直来。打狼太危险了，我家老王就是被狼咬的，现在还下不了炕。我们家老王受伤，不冒这险，我家男人也不去。想报名的汉子都被媳妇拦下。我在院里听到计划，觉得可行，扛着借来的猎枪赶到老卢头家，挤过人群，把枪递了过去。刘叔，我跟你上山捕狼。好，这枪你留着用，我家还有，多份保障。周围村民看向我，心虚的低下了头。爹，我也去。回去整理装备，立刻出发，捕到狼平分。还有人要加入吗？话音刚落，院里众人便默契散去，只剩我、老刘头和刘万山三人准备进山。昨天用了多少？全补上。4枚。爹，装备好了，出发。老刘头背上枪，又拿了2把陡刀。我们3人迎着明媚阳光进山，雪地上的狼脚印尚未被覆盖。老刘头一眼辨明方向，东南方向是狼群聚集地，大家小心。3人梯队进山，老刘头探路，刘万山跟后，我举枪殿后。一只狼突然从背后扑来，我们3人下蹲躲开，当即进入战斗状态。是侦察狼，大部队肯定在附近。侦察狼的低吼引来同伴，几头野狼冲出，将3人团团围住。老刘头一刀刺进侦察狼后背，狼兽痛在刘万山身上乱抓。狼王下令后，狼群猛攻老刘头，将他逼到树干前，使其退无可退。千钧一发，使我开枪，子弹贯穿狼的头部，狼群被震慑。我在朝狼王脚下开枪，狼王畏惧下令撤退。老刘头和刘万山趁机开枪，逼狼逃远。3人松懈后，老刘头检查出刘万山颈手臂有深牙鹦鹉，无大碍。小昭，能不能教万山枪法？拜师礼我马上准备。他捕到的猎物分你1/3。我佩服你的枪法，求你教教我。行，条件是这把猎枪归我，万山的猎物换成子弹给我。没问题。我剥下狼皮，3人均分狼肉，带着猎物下山。村口处，村民们忧心3人安危，唯独张菜花幸灾乐祸，还凑到老光棍身边挑拨是非。本是咱们昨天打狼，非得今天显摆。他要是死了，你春天就来了，姐妹俩都没主了。胡说什么？他们肯定能平安回来。我到家后挂好狼肉，3人在炕头合计粮食的事。咱们还有多少粮食？就这半拉狼肉，刚抵一点面。昨天的肉全被野狼霍霍了，坚持不了多久。还有那小狼崽喂面糊一直窜稀。我问了老刘头，村头老李家母狗崽子夭折了，把小狼送去喝奶。我累得倒河就睡，屋内只剩刘芷若姐妹忙活。姐，我要不走吧，我就是个累赘。胡说，家里有你一口吃的，以后暖被窝还得靠你。现在先坐享启程。明天咱们去村外山脚挖野菜，王大娘说那边有不少。次日一早，老刘头喊我进山捕猎，几个妇女闻风而来，争相要让自家男人加入。小昭，快过年了，再上山捕点猎物。老刘头，带我家男人一个，还有我们家，大家下手也行。这次只带陈昭，上次捕狼你们贪生怕死，现在闻着味儿就来，唯利是图的人我不要。村里汉子趴在床边看不得已，惋惜没同去捕狼，随后自请组队进山，推徐东当队长。没他们咱也能吃上肉。别跟着他们，咱自己找猎物。啊！是徐东的声音。这什么情况？我们没在树林里放置陷阱。我们也不知道，刚刚从这边过，就突然被捕兽夹卡住了。你们瞎了？这么大的捕兽夹都能踩到？你是大周村的人，这可是我们陈家村的区域，平时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竟然跑到我们泰川村区域放夹子伤人。是，我是大周村的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徐东如今受伤，还是先让人送他回家的好。来几个人，把徐东抬回去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村民因为这个捕兽夹而受伤，况且这山上可是不能放捕兽夹的。我就放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么多年我们村一直放，怎么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家伙，你算哪根葱？刘万山再也按耐不住，一把揪住其中一人的脖子，在我们大川村的区域之内放捕兽夹，找打！今天你们必须赔钱，并且从今以后从我们村的区域滚出去。赔钱？
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只有我周立国拿别人钱的份儿。相识都是缘分，有什么话就好好说嘛。一声枪响，周立国的帽子被一枪打飞，众人惊骇回头，见我端枪立在不远处。趁众人惊魂未定，我当即制住大周村的周二蛋，短刀死死比住他的喉咙。你他妈真敢开枪啊！周二蛋，你别动他！我的刀锋微微用力，周二豆脖颈渗出血丝。等等，说吧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将二道给放了？很简单，我村里的人因为你的捕兽夹受了伤，你只要把钱给我，这人我自然会给你。现在赶紧回去拿钱赎人，记住别耍花样，否则他可就回不去了。周立国只能忍气，待众人离开去取钱，留周二蛋做人质。我好累啊，你们先走吧，我走不动了，不用等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不赶紧走！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，娘，你可别怪儿子不孝。你安静一会儿吧。我握紧猎枪，心头紧绷。一头野山猪从阴影中闪出，浑身满是捕兽夹和刀枪伤痕。这家伙这么肥，要是咱们两家平分，整个冬天都不会挨饿了。小昭、万山，你们定然要小心。这猪浑身是伤，说明它被村民抓了多次，对我们的武器非常了解，比平常的野猪聪明多了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趁着它没动作赶紧溜，被发现了可就完了。好什么啊？这么大的野山猪，味道一定鲜美，说不定吃2口，我也能变聪明点，能提高枪法。小昭枪法好，你瞅准机会射击。万山，你在旁边掩护，我过去吸引他的注意力。爹，还是我来吸引吧。你年龄大了，跑得慢，遇到危险不行。闭嘴，就按照我说的办。我经验丰富，若是出事还有你撑着，怎能让你冒险？野猪被激怒，死死盯着老刘头，猛地冲了过来。幸亏是我，要是万山这孩子，只怕早就吓傻了。野猪逼近，我抬枪击中人后蹄。他一瘸一拐冲了几步，便转身逃窜，绝不能让他跑了！追！3人拼命追赶野猪，周二蛋也跟在身后。我停步调息后举枪，瞄准野猪后脑勺靠前喷击。虽然举掉，野猪却未倒下，双眼通红，彻底暴走。他向着我猛冲过来。他居然没死，这猪怎么一直撞起来了？爹，这野猪究竟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啊？不行了，我要歇一会儿。赶紧起来吧，野猪还在往北方走呢，一会儿就跟不上了。小昭，走了1天了，你不累吗？还好吧。我开枪射偏，子弹挤入野猪脖颈，未中要害，野猪愈发狂暴。刘万山趁机骑上猪被挥拳弄打，却被狠狠甩飞。老刘头立刻上前接应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几人的轮番骚扰，对于野猪来说，难不成就如同挠痒痒一般？野猪停下脚步，打算做最后的殊死一搏。小心一点，看来这野山猪是打算定窝了。咱们3人一会儿随机应变。他这是没力气了。咱们过去看看，切记一定要做2手准备。众人逼近时，我顺补一刀，热血喷涌，野猪当场毙命。小昭，你的刀法是真的牛！天色将晚，老刘头催众人下山，可几百斤的野猪根本带不完。这肉给你。给我的？这肉是你们的，我不能要。我切下20-30斤肉，扔给周二蛋，想借此放他回去。这猪太大带不走，再说你也帮了忙，行吧？那你帮我们把剩下的肉背回家，别浪费了。好。天渐黑，众人抄近路走，陡峭小路。刘万山突然狡猾，跪向悬崖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地抓住刘万山的手臂，周二蛋死死拽住我的下身，老刘头合力将人拉了上来。之前你救了万山2次，这是第3次了，我真不知怎么报答你。说明这是干嘛？咱们一块上山，我自然要护着万山兄弟的安全。这野山猪是你们猎来的？不然呢？那这肉咱们赶紧分了吧，我们家可是一点余粮都没有了。哼，这猪是我们父子和陈昭一同猎来的，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不行，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
我们家老王如今还在床上躺着，你们今日必须要给我们一些肉，否则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儿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次可是我爷们儿打来的猎物。到了老刘头家，我提议重新分配猎物，并把刀递给了周二蛋。二蛋，我们捕猎的时候你全程都在，你说这肉应该如何分配啊？这是对周二蛋的试探。周二蛋也不傻，拿起刀将肉切的大小均匀，特意挑选了2块最大的递给我。按道理你功劳最大，理应是最大的，但这爷俩也没闲着，所以你拿这2份，剩下的归他们。行，那就按照你所说。随后，我带着周二蛋回到了自己家。这是给你盛的汤，回屋里暖和暖和吧。说吧，今日在山上看你体力不错，你可以加入我们泰川村的狩猎队。不可能，我是大周村的人，怎么能加入泰川村？你村里的人到现在都没来数你，既已抛弃你一次，就能抛弃第2次，跟着我们才有肉吃，别那么傻了。来，喝点汤暖暖身子，在外面冻了这么久。谢谢。次日一早，我去老刘头家，告知让周二蛋加入狩猎队的决定。小昭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村里知根知底的人不少，为啥要选一个外村的大周村人？周二蛋那日在深山里跟了我们许久，虽慢了些，但有恒心，比那些混吃混喝的人强多了。您说对吧？行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让周二蛋进狩猎队。泰川村不少人只懂索取，不懂回报，难以深交。周二道是外村人，无牵无挂，可放心带他打猎，还能借机考察他的能力，即便不合适，踢出去也没损失，反倒能多一个苦工。我先走了。我回家叫上周二蛋，直奔山外围，想看看他的本事。你说会做小陷阱，做几个试试看？好。周二蛋立刻动手布陷阱，我协助他在外山布了不少陷阱。回家时天已黑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我叫醒了周二蛋。怎么了？走，咱们去山里看看有没有猎物。二人赶山路，山间雾浓路滑，一前一后前行。你慢一点。走了半个时辰，两人抵达外山区域，顺着昨日留下的记号，逐一排查陷阱。眼看就要走到尽头，仍一无所获。周二蛋无奈叹了口气，看来今日要空手回去了。话音刚落，前方陷阱便有收获。停！她怀孕了，还是放了吧。我撕下一块衣巾，轻轻给狐狸包扎好伤口，跑远些，别再被人抓住了，不然我这功夫就白费了。我拍了拍狐狸，将它放生。最终我们空手回家。饭菜做好了，赶紧进屋吧，今日有肉。傍晚大雪又下，第二天早上，众人听到一声惊叫后，纷纷来到院中。怎么了？我看您扫雪，就看见这只野兔放在门口，不知道是谁送的。我替托尔到门口查线索，见围墙旁躲着个满身血、不停哆嗦的身影。这是什么啊？我上前一看，才知是昨日救的小狐狸。昨夜我和二蛋进山救了这只怀孕的狐狸，放它走了。没想到它今日竟然送了只野兔来报恩。它虽只是牲畜，却也懂得知恩图报。你放了它，它便用野兔回报你。半个时辰后，狐狸送父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我在家中听见不远处妇女们围坐议论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陈昭救了只狐狸，那狐狸竟然送了只野兔回来。真的吗？这牲畜还懂报恩，千真万确。我也听人说了，我家那口子也说了，陈昭打猎厉害，运气还这么好。要是狐狸天天送野兔，他们家就不愁吃喝了，真是破天的富贵。可不是嘛，怪不得刘芷若愿意让妹妹跟他共侍一夫呢。姐，
别气坏身子。他们就是嫉妒，过好咱们自己的就行。张菜花应王兵，重伤需补营养。听闻我家的事，心生嫉妒，便开始造谣。什么知恩图报？我看陈昭会妖法，刘芷晴就是狐狸精，引狐狸送野兔。小心被听见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就算传到他们耳朵里也不怕。你嘴怎么这么臭？今日不撕了你的嘴！气急败坏了！你们姐妹共侍一夫，还用妖术骗狐狸送野兔，不然哪有这种稀罕事？被戳中心事才生气吧？你败坏我们，不过是嫉妒狐狸送野兔。有本事你去得狐狸商量，让他也给你送一只。赶紧去抓只狐狸商量吧！就你家老王的本事，怕是连狐狸都抓不到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好看！张菜花狼狈走后，闹剧收场。我回家见年货肉少了大半，便去老刘头家。进门就看到刘万山蹲地磨刀。我刀退了嬷嬷，我爹在屋里呢。小昭，快进来！今日来找您，是想商量上山打猎的事。我们家东西还不太够，不知您去不去？去，你打猎从没空手而归，我可不想错过。不过前几日大雪封山，得等几天才能走。你醒了也不叫我，约会跟老刘头约好的，要迟到吧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哭啊。家里粮食够吃一阵子了，山上太危险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捕猎。眼看要过年了，这点东西哪够？我跟老刘头、刘万山一起去，有他们帮扶，你放心。这是我蒸的包子，你尝尝，吃饱了再走。我吃完饭收拾好要出门，却见村民们把门口围满。陈昭，带我们一起进山吧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打猎怎么养活他们啊？进山后必须跟紧我和老刘头，不准乱走，不服管教，而且食物按劳分配，同意才能去。同意，我们都遵守。大雪封山，山路湿滑狭窄易滑落，我和刘家父子熟路走得从容，却要照看没经验的村民，行进速度慢了许多。路窄，大家慢一点。这些村民分明是想瓜分猎物，可都是同村人，也不好多说。到深山后遍地白雪，刚下雪动物都藏了，找猎物极难。我端枪往左走，众人忙跟上。几十米外见一只瘦小獐子在觅食，先拿它做头彩，总比空手强。这么多獐子，抓到手定然够咱们吃了。枪声惊动了灌木丛深处，一群獐子受惊窜出，村民见状散开追捕，不料獐子径直冲来，没经验的众人瞬间慌乱逃窜，獐子群趁机跑了。老刘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獐子脚印小，但雪地里看得清楚。咱们分两批围剿，你们几个去前面，我们从这儿绕过去，动作快。我速将众人分两队，和刘家父子一队围堵，另一队驱赶獐子。陈昭，你这么安排不合适吧？就我们几个根本抓不住獐子，我们没猎枪，遇上危险谁救我们？还是让老刘头带队吧。他们只想分肉，却不愿出力。出发前说的话都忘了。不服管教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别耽误大家。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担心白跑一趟，为大局考虑。行了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把獐子赶进包围圈，不用猎枪也能完成。村民不敢再吭声，看着我和刘家父子带队离开。另一队里有人提议行动，却被出了名贪生怕死、总躲在身后的张其三冷笑打断。走哪儿去？陈昭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这次狩猎有没有咱们都行，找地方等着岂不是更好？我放心不下张其三，怕他带歪人，背着猎枪从雪中折返。张其三没料到我杀回马枪，僵在原地，眼里冒火。陈昭，你不是跟老刘头他们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能回来吗？别废话，走。刚走不远，几匹野狼突然从林中窜出，直扑落单的张其三，瞬间将他围住，红着眼死死盯着他。陈昭，救我！啊！我的腿！陈昭，快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村民们吓得连连后退。陈昭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摇了摇头，抽刀砍断近旁树枝，点燃火焰，瞬间引开了野狼的注意。陈昭，你干什么？我让你救我，你想害死我吗？蠢货！野狼怕火，不敢走，他们怎么救你？你想变成他们的盘中餐？
愣着干什么？站起来！不行，我的腿好像断了，动不了。我冷瞥他一眼，给身后村民递了个眼色，随即端枪瞄准最近的野狼，一枪响起，野狼当场倒地，村民忙扶张其三退到安全处。我接连扣动扳机，2声枪响后，又2匹野狼毙命。狼群见状，将我团团围住，四西反扑。你们过来，趁狼群注意力在陈昭身上，咱们把狼尸偷走，几百斤肉够快活一阵了。心动是心动，但跟着陈昭以后顿顿有肉。蠢货，他凭什么每次都带咱们？见好就收，不然连这3匹狼都捞不着。村民被说动，偷偷拖狼尸。张其三站在最前，满脸得意。这是要把我丢下独吞猎物，我打下的猎物绝不让人。陈昭，你干什么？别把野狼引过来！你走开！不想死就跟我走！我转身奔去远处山洞，找出地方休整。张其三还想反抗，狼群却被狼尸血腥味吸引，调转目标，龇牙逼近他们。村民吓得丢下狼尸，扶着张其三慌忙追来。很快，我带第2小队找到山洞，沿路时的柴火够烧一夜。我将柴火在洞口点燃，安置好后，我坐至一旁，留意到暗处虎视眈眈的目光，狼群竟根本没走。都打起精神，拿好武器。狼群没走，接下来可能有恶战。你明明能自己拖住狼群，偏要拉我们，现在被困在这儿，怎么出去？我老婆还在家等我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我不把你们带到这儿，你们早死了。山上的夜晚有多冷，就你们身上的衣服，想扛过去，做梦。村民们自知理亏，不再抱怨，纷纷抱团取暖。洞内一片宁静，直到深夜，一阵寒流袭来，吹灭了洞口的火焰。野狼冲进山洞，众人惊醒，我立刻端枪射击，村民慌忙抄起木棍抵挡。有陈昭挡着就够了，大家赶紧跑！村民面面相觑，聚在一起。我枪毙命，又放倒3匹月狼，狼群被震慑住，不敢上前。一群畜生还挺会观察，都来啊，看看是你们的爪子锋利，还是我的枪更胜一筹。别看着我们，是陈昭杀了你们同伴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若非环境不允许，这些反复捅刀子的人早该死了。陈昭，狩猎是你提议的，你有义务保证我们安全，赶紧想办法让我们出去。我让你们配合的时候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若一开始听我安排围剿张子，根本不会遇上狼群，这不是你们自找的。张其三脸色铁青，我再次举枪，想活着回去就听我的，不然我也救不了你们。猎枪剩余子弹还能射杀4匹狼，剩下的只能靠他们自己。一匹野狼窜出，狼群纷纷聚拢，狼首领嚎叫着下令，狼群再度围攻。我眼瞳一缩，抱枪翻滚到火堆旁，赶在狼扑来前点燃火焰。狼群顿住脚步，我立刻端枪爆头首领，首领惨死，彻底支怒狼群。他们冲破火炬，疯狂向我扑来。见状，张其三众人趁机从狼身后逃之夭夭。我们不管陈昭了，他会被野狼咬死的。你想就自己回去，别拉上我们。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哪能回头？陈昭那么厉害，肯定能全身而退。我们回去反而拖后腿。村民们刚跑出几百米，便被第1小队拦住去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怎么这么慌张？怎么只有你们？陈昭呢？说，陈昭到底在哪儿？再不说，陈昭要是出了事，我一枪崩了你们的脑袋！陈昭在前边不远的山洞，他被狼群包围了。被狼群包围？你们怎么逃出来的？不对，这群人是抛下陈昭独自跑了。我们是命大逃出来的，没看见我伤成这样。遇到危险不让跑，难道要陪着陈昭死？你平时混吃等死我不说，明知道陈昭险境，你怎么有脸丢下他？太令我失望了，回去再收拾你们。山洞内我已伤痕累累，火焰灭了，狼群愈发猖狂。正无计可施时，洞口突然传来2声枪响。陈昭，你没事吧？在哪儿？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没什么好抱歉的，是我运气不好。在那边。又是这群畜生，上次没收拾够还敢来。可惜子弹耗尽了，不然今天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你胆子真大，一个人敢对付这么多野狼。没办法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亡，我还没活够。狼群被火把逼退，我忙喊刘万山一起拖起狼尸，临走前点燃洞口柴火阻住狼群，3人匆匆撤离。张其三他们呢？你们遇到了吗？说起他们就气，居然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。这次狩猎他们光拖后腿，下次没必要带他们了。不会有下次了。3人回到家，我刚推开门，刘芷若便扑进我怀里。陈昭，你怎么受了这么多伤？没事吧？早就跟你说别拼命，家里食物够吃，
非要去冒险。你要是出事，我该怎么办？抱歉，意外没预料到。放心，我只受了点轻伤，血迹大不会是野兽的。我指了指手里的2匹狼尸，刘芷若惊得瞪大了眼睛。我拎着狼尸进了院，我拉着他回房。刘芷晴早已端来热水，递过了湿毛巾。收获这么多，姐夫，这段时间你安心在家，别再出去了。快过年了，别让姐姐担心。放心，最近不上山了，陪你们好好过年，有事年后再说。老刘头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当时太怕了，我们没本事，留下来只会拖陈昭后腿，真不是故意的。这次多亏陈昭救了我们，我们一会儿就上门道谢。张岐三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块儿去道谢？去什么去？要不是陈昭，我的腿能这样？我没找他算账就不错了，要去你们自己去。众人不再多言，转身离去。你还坐着干什么？我家没多余床铺给你休息。刘万山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腿伤成这样，多坐会儿怎么了？嫌我碍眼就送我回去。送你回去？想得美！逃跑时腿脚挺麻利，现在装可怜，赶紧滚蛋，不然让你另一条腿也走不了。张岐三瞪了刘万山一眼，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刘家。另一边，我刚处理好伤口，门外就传来敲门声。刘芷若开门，见一群村民站在门口。各位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来这儿是？芷若，不好意思打扰，我们听说陈昭回来了，特意来道谢，方便让我们进去吗？要不是陈昭帮忙，我们肯定回不来了。之前在山上做的不对，还请你们别和我们一般见识。不用谢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我们知道让你失望了，但道谢是真心的。以后你有需要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我反手关上院门。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遇上危险和他们有关系？都过去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睡觉吧。大年30一早，刘芷若、刘芷晴扫净院内外积雪，又和我一起处理完狼尸，几百斤肉挂在厨房。姐姐，门口有个流浪汉。芷晴，我拿2个包子出去。好，姐姐，你小心点儿。没事儿，这是咱们家门口，他不敢怎么样。刘芷若走到门口，将包子递过去，流浪汉一把抢过，狼吞虎咽起来。吃完就快走吧，我们家食物也不多，以后别再来了。姐，包子熟了，赶紧来。晚上，门外突然传来急切的敲门声。谁呀？刘芷晴放下青菜，擦了擦手，大步拉开门。我去看看。门外站着个吊儿郎当的陌生男人，眼神色眯眯地盯着他，还搓着手。这位是嫂子吧？嫂子好，我叫陈文，是陈昭的远房表弟，过年过来看看你们，方便进去吗？姐夫，你远房表弟来了。表弟？我哪有什么表弟？你有事吗？乔表哥说的，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吗？咱俩是亲戚。废话少说，到底什么事？就是听说表哥打猎技术好，想让你带带我，这点小事儿，表哥不会拒绝吧？我最近没心思上山，你找别人吧。我名声大噪后，这些势利眼亲戚特意赶上门来。陈昭，新年好啊！表哥，我进去帮忙啊。用不着。很快，刘芷若和刘芷晴端着肉走出来，我接过肉，逐一递给亲戚们。各位叔叔婶婶，新年快乐！前几天打猎受了伤，没能上门拜访，别介意。这些肉你们收下，过个好年。亲戚们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忙接过肉。陈文在一旁眼巴巴伸手，却没分到任何东西。陈昭表哥，你把我忘了？叔叔婶婶都有，我的呢？我凭什么要给你？陈文，你有手有脚，不自己打猎，还好意思来讨饭，真给你爹妈丢脸。几年不走动，一上门就要东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目的。哈哈哈，各位叔叔婶婶，你们这话不对啊！我是想让表哥带我打猎，可不是不劳而获啊！你们敢说大老远考来拜年，不是为了这几块肉？胡说！我们是关心陈昭才来的。是吗？那你们把肉放下。表哥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肯定不缺我这块肉。大过年的，也让我高兴高兴啊！表哥，饥荒越来越重，抢食出人命的事儿不少。你养着2个女人，多囤粮才是正事。上山打猎获食最快，别和外人联手，带我一起，咱一家人有照领，真出事也能护着嫂子妹妹。我都是为你好。刘芷若和刘芷晴听着心里有些动摇，但决定权还在我手里。除了食物，其他东西也重要。你有钱吗？
钱早买吃的了，外面物价涨疯了，你别再大方送食物，得好好囤粮。陈文，我们是别人吗？一家人帮衬怎么了？你今天总挑我们刺，大过年的想干什么？那你们叫家里能出力的来，跟陈昭表哥一起上山啊！亲戚们瞬间沉默。陈文转头望向我，等着我做选择。我心想可以出让部分肉换钱，兽皮能做保暖衣物，多的也能卖掉。多谢提醒，你说的我会考虑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吃年夜饭吧。行，表哥，你好好考虑，我明天再来找你。陈文抱着肉离开，其他亲戚也抱着肉回家了。我不喜欢陈文，但他说的有道理。你一个人上山太危险，这次多亏刘家父子，让他跟着多个帮手吧。是啊，姐夫，自己人总比外人靠谱。生死面前，没什么自己人和外人。要是陈文当时在，也会和那些村民一样丢下我。与其指望别人，不如靠自己。前2天的野狼皮毛，你们尽快处理，做成被子或披风保暖。挑舒服合身的留着，多出来的交给我，我拿去卖钱。卖了？没必要吧？今年用不上，明年也能用。傻丫头，过完年我还会上山，会带更多寿尸回来，没必要囤货。陈文说的饥荒情况，你们记在心里，多准备吃的用的。我预感以后会更艰难，这年是最后的平静了。刘芷若和刘芷晴对视一眼，点头应下，准备物资。次日一早，二人刚起床，门外就传来敲门声，来的竟是陈文一家子。陈昭，新年快乐！没打扰你们吧？多亏你昨天给的肉，不然我们只能喝米汤过年了。家里没别的，就这些青菜，别嫌弃。今天中午我下厨，给你们做顿好的。刘芷若和刘芷晴见状，赶忙追上去阻拦，却被陈文母亲无视。三婶儿，不麻烦你，还是我们来做吧。是啊，三婶，来者是客，哪能让你动手？咱是一家人，客气啥？你们要是过意不去，就来打下手，让陈昭和程文休息。看着大方，家里竟没多少存粮。他哪里知道，我早把大部分肉封进地窖防野兽和有心人。昨晚给亲戚送肉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厨房里3个女人忙碌起来，陈文迅速走到我身边，迫不及待提起上山的事。表哥，昨天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都准备好了，随时能上山。我考虑过了，这事儿还是算了吧。啊？算了？怎么能算了？你难道还想跟那些村民一起？他们都是在利用你啊！我没打算带他们，也没想带你。山上危机重重，我一个人无所谓，但若带上你，就得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要是出了意外，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？陈文瞬间沉默，他只想蹭吃，压根儿不愿担风险。我相信你能理解我。我转身进了院子，陈文只能作罢。中午的饭吃得格外安静，陈文母亲几番找话都被我轻巧搪塞，见讨不到好，她洗完碗就拉着陈文走了。临走还让陈文给我留了封信。妈，这办法真有用吗？陈昭都把话说死了。有没有用以后就知道了。咱家里的情况你清楚，必须抱住陈昭这大腿才能有肉吃。我打听了，他小姨子是寡妇，村里都传他娶了2个老婆。你跟他打好关系，别说小姨子，连他亲老婆都有可能到手。我知道了，妈，听你的。陈文母亲拉着他直奔村书记家，想托关系迁来泰川村，定居后再慢慢拉拢我。你们是？书记您好，我们是陈昭的亲戚，想来问问能不能搬过来住。陈昭一个人，我们住近点能互相照应。是啊，书记，我表哥前2天打猎受伤了，正需要人照顾，我们也想出份力，麻烦您通融通融。抱歉，你们户口不在本村，我也爱莫能助，规矩你们也懂，不多说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您通融通融。我要是开了这个先例，后边不知多少人来麻烦，闹大了我怎么收场？书记，我们明白了，麻烦您了，新年快乐。陈昭就多劳您照顾。陈文母亲拉着陈文匆匆离开，二人刚走，村书记便出门来找我，想卖个人情，也顺便提醒这事。我听完，眼底闪过晦暗，这母子俩是想打持久战。书记，多谢提醒，新年快乐。我客气点头后，转头就让刘芷若取来不少猪皮，这些猪皮您拿着。哎呦，举手之劳，我还怕做错了呢。怎么会？多亏您帮我免了麻烦，以后再有类似情况，还请及时通知我。放心，一定第一时间说。你们忙，我不打扰了。村书记拎着猪皮刚走，我正要关门，
却见不少流浪汉盯着猪皮虎视眈眈，又有几人从暗处窜出，我当即追了上去。书记，等等，我想跟你谈谈这些流浪汉的事。怎么了？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？饥荒以来，不少流浪汉游走在村附近，无固定居所。我担心时间长了，饥饿会让他们做出疯狂的事。你是第一个来找我谈这事儿的，我没看错你。流浪汉的事我早规划好了，已经汇报上去。过完年，上面会派知青来安置，你放心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村书记离开，我回到家，开始收拾打猎的战利品。时间一晃到了正月22，一大早，我背着猎枪来到刘家，看着缩在火炉旁的刘家父子，打趣开口：“刘叔，万山，这年过得不错吧？休息这么久，再不上山，打猎技巧都要忘了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发。”你小子是算好来的，我刚还跟我爸商量这2天上山，没想到你正好来了。多亏我刘家过年过得格外舒坦，即便躺了1个月也有余粮，但饥荒越来越重，他们得抓紧囤货。天天在家躺着焦虑，不如上山多囤点粮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说得对，走，上山。3人扛着猎枪并肩上山，刚进山就眼尖发现雪堆里藏着不少冬眠的动物。刘完山激动端枪要打，被我立刻拦住。先别开枪，这些都是小猎物，来都来了，搞个大的，一开枪会惊扰其他冬眠野兽。可苍蝇再小也是肉，这时候1分1厘都不能放过。放心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要。我从口袋摸出捕兽夹，来到冬眠野兽旁，埋下不少。走，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兴许有别的收获。哼，你小子准备真齐全，我和我爸都没考虑这么周到。家里还有人等我带猎物回去，不多做准备，怎么放心？3人转身朝着山林深处走去。运气真差，咱回去把那些冬眠的小家伙抓了吧，有收获总比空手强。也行。老刘头话音刚落，远处传来一声怒吼，3人齐齐转头，眼前一亮，捕兽夹起效了，快去看看！3人立刻折返，只见一头野猪倒在雪地里，2只前蹄被头兽夹死死卡住。我端起猎枪，果断扣下扳机，野猪当场毙命。刘家父子仍忍不住倒吸凉气。这猎枪本就准头极差，陈昭却能枪枪爆头。看我干什么？这么大野猪我拉不动，走，拎肉回家。来了。3人合力拖出野猪尸体，把捕兽夹重新埋回雪堆，用绳子捆住野猪，一人拽一头往山下走。刚到山下，就遇上其他上山打猎的村民。陈昭、刘叔，你们也太厉害了，这么快就猎到野猪，真让人羡慕。你们上山怎么不叫我们？我们搬货力气大，这野猪让我们来拉，不用麻烦，我们3个人拉得动，不麻烦。你们帮过我们，出点力应该的，让我们来。表哥果然厉害，轻松打到这么大猎物，我们有你1半实力，也不至于饿肚子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陈文前几天已经搬来定居了，他出现很正常。陈昭，先把野猪拉回去。你们想打猎就往山上走，冬眠的野兽多，多加小心，定有收获。村民们眼前一亮，转头往山上走。唯有陈文站在原地，目光阴冷地看着我。表哥，这个时候走不合适吧？你想干什么？饥荒越来越重，城里肉票太贵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分点肉给我们呗。分肉不可能，这野猪是我们合力打的，他同意我们也不同意。就是没什么见者有份的规矩。我不要肉，就想让表哥资源共享，教教我们枪法，以后我们自己打猎，不用麻烦你们。陈文打着学本事的主意，接着得寸进尺。对了，表哥，我只有1把砍刀，你不介意把猎枪送给我吧？他不介意，我介意。猎枪是我老刘家的，借给陈昭的，你想都别想。不借就不借。表哥，枪法的事儿你怎么说？你真想学？表哥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抱着诚意来的，你不会这么小气拒绝吧？当然不会，你们想学，我教就是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表哥了，别客气。走，找个猎物示范，我只教1次。我拎枪转身上山，村民纷纷跟上。刘家父子把野猪绑束后，也急忙追来。众人到了捕野猪的地方，见树洞藏着冬眠野兔，我端起猎枪，转头冲陈文笑了笑，便扣下扳机。砰的一声，
子弹精准击穿野兔脑袋，野兔当场毙命。刘家父子彻底傻眼。这么简单，我还以为有多难。村民们投来鄙夷的目光。猎枪极难掌控，除了陈昭，没人能做到一枪爆头。陈文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表哥，把猎枪借我用用。万山已经说过了，枪是刘家的，他不借我也没办法。我不是借，就是练练手，赶明儿我也买一把。刘万山见他自大，故意起了戏弄心思，大方摆手。陈昭，借给他几枚子弹而已，我倒想看看你这表弟有多厉害。你们可要看好了。陈文接过陈昭给的猎枪，学着陈昭的样子端起瞄准。陈昭双手抱胸站在一旁，眼中满是戏谑。他不会真能打中吧？你和刘叔都做不到，他凭什么？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子弹径直射入雪地，打了个空。哈哈哈哈哈！陈文，你行不行啊？刚不是挺牛逼的吗？现场静默片刻，刘万山率先大笑起来，村民们跟着起哄。我还以为你是神枪手呢，结果就这。技不如人就别装了，把枪还给陈昭吧。都他妈闭嘴！有本事你们来！陈文不服输，再次端起猎枪。这次我有把握，一定能中。陈文瞄准已死的野兔，迟迟不开枪。对，耗着，说不定有鸟眼瞎了撞你枪口上。陈文怒不可遏，猛地扣动扳机，砰！子弹飞得更偏，冲上天空。陈文，你这是打鸟还是打空气啊？你们有什么资格笑我？你们打一个试试！我们知道自己水平，才不傻到挑战陈昭。菜就回去多练，技不如人别糟蹋枪，把枪还我！刘万山冲陈文伸手要收回猎枪，我站在一旁冷眼旁观。我这一身枪法的代价，陈文这辈子都想不到。我再试试。刘万山二话不说，直接上前抢枪。我趁机走到村书记身边，示意他到角落说话。村书记叹了口气，跟了上去。书记，有件事想问你，咱们介意不聊？陈昭，我知道你想问陈文定居的事，我实在没办法。他托了好多亲游说，还有陈家村的人，一群人围着我，我实在推不掉。我理解，我想问的是他真正目的，还能是为了饥荒？咱们村过得最好，之前也有人想来，都被我拒了。就他亲戚多，我没辙。既然陈文想算计我，那我就陪陈文好好玩玩。我回到众人身边，看着还想开枪的陈文，好心劝说：别试了，再试也是浪费子弹。你闭嘴，我肯定可以。正好这么多人在，别白跑一趟，咱们去山里打只熊，怎么样？陈昭，刘万山万万没想到我会主动带村民进山。上次被村民抛弃的事还历历在目，村民们却瞬间激动起来。你要带我们上山打熊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互帮互助应该的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山里危险，我保护不了所有人，遇上危险自求多福，死了别怪我。众人纷纷犹豫，陈文却毫无察觉，反倒点头应下。好，我跟你去。考虑清楚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可赖不了账。你放心，我绝不赖账。陈文，你再想想，上山打猎没那么简单，你第一次去，还是回去准备准备。没什么好考虑的，表哥能安然往返，我也可以。陈文的盲目自信打消了部分村民的顾虑，他们纷纷举手报名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出发。爸，咱们是跟着去，还是先拉回野猪？跟着去，万一出事，咱们能和陈昭互相照应。刚进深山，地上的熊脚印就引了所有人注意。我蹲身比划脚印大小，看定行动路线，便继续带队往前走。猎枪早还给了陈文，可他却一直怪异地盯着我的手，显然觉得是我在枪上动了手脚，才让他之前打不中。正这时，不远处雪地里现出一头棕熊。快找地方躲起来！我刚要扣动扳机，陈文突然冲上前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猎枪。你干什么？陈文，你他妈发什么疯？熊就在跟前，赶紧把枪还给陈昭。陈文，你要干嘛？快回来！陈文的举动吓慌了村民，众人慌忙后退，大声提醒。刚醒的棕熊虽体型稍小，却饿得发狂，盯上猎物便不死不休，根本不是我们能抗衡的。一群蠢蛋！是陈昭在枪上动了手脚，我才打不中，这才是我的真正实力。陈文话音落下，
猛地扣动他。棕熊被惊得暴怒嘶吼，陈文这一枪依旧打偏。为什么打不中？你在枪上动手脚了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我没时间做手脚，菜就多练，别推责。把枪给我。不可能，肯定是距离太远，你们等着瞧。陈文端枪小心朝熊靠近，棕熊正疯狂攻击树木雪地，寻找声音来源。村书记想喊回他，却被村民捂住嘴。陈文在5米处再次开枪，依旧未中。棕熊锁定目标，咆哮着扑向他。陈昭，赶紧救人啊！陈昭，你瞎了吗？快救我！哼，这求人态度，陈昭别救他，让他自生自灭。陈昭，救我！我是你表弟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少道德绑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取出捕兽夹和野兔，安排村民行动。捕兽夹放熊四周，切碎野兔吸引他注意，我来解决。凭什么拿我当诱饵？我死了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上山前早说过危险，是你非要来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你是故意的！这熊我要一半！你什么力都没出，还想要一半？脸呢？要不是我当诱饵，你们能放捕兽夹？功劳最大，我应得的。你那是装逼失败，要不是陈昭，你早死了。陈昭，你说怎么分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回村再分，动静大可能招野兽。赶紧走，棕熊你们拉回去。我招呼刘家父子去取野猪。路上刘万山提议不分肉给陈文，陈文不是省油的灯，别分给他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他参与了，不给会落人画饼，少给点就行。要赶走他，但不能由我们开口。村民带着棕熊先回村，陈文想动手分肉，被拦住。他们有野猪了，这熊咱们自己分，能多分点。不行，得等陈昭他们回来，不能断了以后的机会。饥荒这么严重，这点肉够吃好几天。书记，你说句话，非要算上陈昭吗？我没出力，不该做决定。你等陈昭来一起商量。陈文别搞事儿，等陈昭来了再说。你户口不在，没资格管村里的事儿。我带着刘家父子拉着野猪走来，村民们立刻围上去问分肉的事。陈昭，熊怎么分？我们都听你的。肉平分，村民们面露喜色。我补充要拿走熊皮，大家纷纷同意，唯有陈文跳出来反对。我不同意，熊皮我也想要。你有野猪了，让给我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谁问你意见了？赶紧滚！他不是村里人，没资格分肉。刚才还鼓动我们私分熊，太恶心了。村民们动手分割熊肉，没人理会陈文的怒骂。我让刘家父子处理野猪，村民们主动递上2块肉，让他们先拿着。村民们排着队分肉，陈文在一旁骂骂咧咧。最后所有人都分到了肉，唯独他没有。我的肉呢？这儿还有点肉渣，你爱要不要？你不是村里人，没资格分。你们就拿这个糊弄我？我没功劳也有苦劳。哼，少废话，再闹事，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村民们拎着肉离开，我处理好熊皮，拎着自己的那份也转身离去。空地上只剩陈文和村书记。陈文不甘心求村书记做主，他们这么过分，你不管管？是你自己做人太高调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分到的肉可不会让给你。陈昭，你等着，这事不算完。你的家产和2个老婆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今天怎么只有20-30斤？你和刘家父子一起上山，不该这么少啊！这是和村民平分的熊肉，野猪在刘家，分好会送过来。放心，肉够多。那就好。
这段时间你在家休息，开春再上山。刘芷晴抱着熊皮紧随其后，眼眶泛红。芷晴，怎么不说话？遇上事儿了，一家人别藏着。我没事，姐夫你想多了。眼眶都红了还说没事？芷若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走后，陈文来家里威胁芷晴跟他，不然就把我们赶出村。村书记还跟着他，我们怕极了，担心真的没地方去。看来得好好教训陈文。你们别怕，他没这本事。他在山上惹了众怒，村民不会留他。我有件事要你们去做。你说，我们一定尽力。家里囤的肉吃不完，你们拿去集市换有用的东西，顺便把之前送养的小狼接回来，以后让他保护你们。好，狼通人性，他肯定没忘我们。两女忙着盘点肉品，门外突然传来急切的敲门声。村书记的声音响起：“陈昭，在家吗？开门，有事情商量。”芷若，陈昭在吗？我来商量陈文落脚的事。陈文落脚的事，为什么找我们？书记，你不会想把他安排在我家吧？屋子住3人都勉强，我爱莫能助，你找别人。陈昭，他是你表弟，举目无亲，你帮衬下。户口房子办好就让他搬，我欠你个人情。他不适合待在陈家尊，他不走，村子会乱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刚来就闹这么大动静，村民谁欢迎我？老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谁也别想赶我走。陈文话音未落，刘芷晴端着一盆冷水泼在他身上。你敢泼我？好狗不挡道，再不滚，我还有很多冷水。你拉我干什么？我就要住他们家。天寒地冻，冷死了没人收尸。我妈都上了你的床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我们3人听到这话，对视一眼，笑了起来。刚才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他要打我。芷晴干得漂亮。有我在，会保护你们。他敢胡来，我就砍了他的胳膊。日后我不在家，你们也不必客气。我知道了，会保护自己和姐姐。陈文跟着村书记回了家，陈文蜷缩在火炉旁。最近别再招惹陈昭了。知道了，住的地方赶紧想办法。要么去其他亲戚家，要么住我这儿，你自己选。2天后，我拎着肉来到刘家，找父子俩帮忙。刘叔，没打扰吧？想找你们帮个忙。来就来，还带东西，太客气了。都是自己人，别搞虚的。什么忙？家里囤了不少肉，想拿去城里卖，没门路，怕被坑。你们能不能带芷若、芷晴进城？找对人了，我们正打算进城，明天我拉车去接你们，一块走。我不去，你们去就行。我打算上山。又去？没必要这么拼命吧？饥荒严重，得早准备。我习惯未雨绸缪。我跟你一块上山。好，明天刘叔带芷若、芷晴进城，我和你打猎。上山小心陈文，他可能背地里动手脚。他老实待着便罢，敢胡来，我不会客气。我回家后和两女连夜准备好肉，叮嘱他们进城买2把猎枪和足够子弹，顺便接回小狼。第2天天刚亮，老刘头来敲门，我将3大袋货物扛上车，刘家姐妹坐车进城，我与刘万山背着猎枪上山。有人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陈文在远房亲戚家被叫醒，得知我上山，两女进城，顿时眼前一亮。你确定没看错？千真万确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看清楚他们拿什么走了吗？3个陈麻袋，雾气大，没看清里面是什么。肯定是肉，他们是去城里换钱，咱们守在必经之路，抢钱抢人。还是表哥周到。动静小点，别让人发现。我这就通知其他人。山上，我和刘万山走了2小时，一无所获。按理说，冬眠野兽该出来了，难道有人抢先一步？也许我们真晚了一步。话音刚落，枪声传来，惊飞林中飞鸟。谁开的枪？我俩顺着枪声方向跑去，很快看到慌不择路的村民。陈昭、万山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的猎物全被人抢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刚才的枪响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抓住野鹿和野兔，被一群带猎枪的人抢了。他们用枪威胁我们，枪响就是警告，再不走就要开枪打我们。知道那些人从哪儿来吗？不知道，以前上山从没见过，太凶残了。难怪一路没见到猎物，原来是被这群人捷足先登。陈昭，你帮我们把猎物抢回来吧，抢回的分你一半。不行，明知道对方有枪，你们怕危险，陈昭就不怕吗？对不起，
是我们考虑不周了。村民被说得羞愧低头，向陈昭道歉后准备离开，却被陈昭拦住。等等，你们还记得遇见他们的地方吗？带我去看看。陈昭，你这是……现在有了竞争对手，猎物会大大减少，对我们不利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得搞清楚他们的身份和实力。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众人在村民带领下穿行林间，偶尔传来枪声。这2天没见陈文，他是走了还是赖在书记家？听到陈文的名字，我心头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不远处，几名持猎枪的陌生人站在雪地中，身后堆着小山般的猎物。这些够了，收工吧。再往里走走，说不定有更多收获。我和刘万山躲在树后观察。他们准头也太差了，还不如我。猎枪准头本就差，这已经不错了。我不一样，陌生人拖着猎物离开，我想追上去，被刘万山和村民拦住。太危险了，别去！这群人太凶残，你别送上门找死。这时，一名村民狼狈跑来：“快下山！刘叔、刘家2姐妹和陈文打起来了。”我、刘万山和村民们立刻往山下奔去。村口，老刘头端着猎枪，将刘芷若、刘芷晴护在身后。陈文带着人步步紧逼。陈文，再不滚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有本事开枪啊！我针对的不是你，赶紧带着板车滚，少多管闲事。姐姐，怎么办？别怕，陈昭会来，我们也能自救。你居然真敢开枪！我早说过，老头子没什么好怕的。刘叔，我们……陈昭托付我照顾你们，谁都别想胡来。还有人想吃枪子儿吗？枪响后，陈凯吓白了脸，看着陈文肩头流血，劝他赶紧走。陈文却怒不可遏，逼着手下冲上去。表哥，他们有枪，我们打不过，先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抄家伙冲啊！老刘头有枪，我们不敢。有本事自己上，让别人动手算什么？村书记姗姗来迟，看到陈文受伤，脸色大变。有话不能好好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书记，你来的正好，他半路劫钱劫人，我是自保，再留他在村，陈家村迟早完。老东西胡说，我是来帮忙的，拿枪打我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赔肉。你闭嘴，这事儿你也有错。老刘头，他挨了一枪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？我能算，陈昭能算吗？书记，我之前提醒过你，这事怎么解决？你想怎么解决？用我的办法。我绕过村书记，拽住陈文的衣领，拳拳往痛处招呼。刘万山撸起袖子，拦住想上前的陈凯等人。你们也想挨打？陈凯等人连连摇头。村民们赶到，围到村书记身边。书记，赶紧把陈文赶走，再留他必出大乱子。我们上山看到一群陌生猎人，现在可不能得罪陈昭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刚才上山，发现山上多了一群打猎的人。村民们把山上遇到陌生猎人的事告诉村书记，劝说他以大局为主，不能得罪我。那些人枪技不输刘叔和万山，以后还得倚仗陈昭，别为了外村人破坏和平。我处理好了，接下来看你。村书记感受到威胁和村民施压，终于下定决心。陈文破坏村内和平，我决定把他赶出陈家村，永不接受他的户口。大家满意吗？小事书记自己定，我带媳妇儿回去了。村民拦下我，抬着陈文直接丢出村外，邀请我商量山上的事。众人来到村中空地，村民提议组建狩猎小组，由我、老刘头和刘万山带队。现在有了竞争对手，我们想组成狩猎小组，绝对服从你们安排。抱歉，我不想参与。你们问刘叔和万山。我们没意见。我们知错了，分配都听你的，你就加入吧。陈文绝不许再进村，狩猎小队全听你的，我不参与。我也不搭理陈文，你再考虑考虑。老刘头劝说我，为了社交答应下来。我转头询问两女意见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没意见，你做主就好。我答应组建狩猎小队，但提出3个要求。村书记低头，让我尽管说。第一，
村里出钱给每人配1支猎枪，由我统一管理发放。人手1支，猎枪杀伤力大，我担不起责任，能不能用别的代替？我们相信陈昭，钱不够大家凑，猎枪交给他保管，放心。村书记点头同意。第二，上山队伍由我挑选，猎物分配我说了算，跟着我至少不会饿死。你不会因为之前的冲突，故意不带我们上山吧？不会，轮换上山效率更高，我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报复。第三，所有人必须听我安排，敢胡来就逐出小队。3个要求都答应。我让村民通知其他人准备猎枪，随后带着刘芷若、刘芷晴和刘家父子离开。我们有猎枪，就不掺和了，你们好好准备。我们走后，村书记头疼抱怨村民太着急，有村民提议不用人人配枪，盒子买几把够用就行。你们准备好钱，枪的事我来处理。要不找刘叔帮忙，他们门道多。算了，之前是咱们做的过分，自己想办法吧。这差事吃力不讨好，出了事怎么办？我们一行人回到家中，刘万山不解为何让我接下这苦差事。眼下情况，陈昭不接也不行，先糊弄过去，保证他们饿不死就好。平时带着他们做做样子，咱们3个私下上山打猎。我接过刘芷若递来的新猎枪，这枪稳定性更高，能保证10米内狙击准确度。这2天先休息，等他们备好猎枪再一起上山。小心陈文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放心，他敢来，绝不放过。送走刘家父子，我3人进屋。刘芷若从贴身衣兜拿出卖肉的钱，除去买猎枪的费用，一共60块。这是卖肉的钱，除了猎枪钱都在这儿了。你们没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？没看中什么，现在钱比无用的玩意儿管用。我将钱塞回给刘芷若，让她们姐妹收好，想买什么就买，不用省钱。你们主内，我主外，钱交给你们，我放心。没钱了告诉我。我拿出一把新猎枪递给刘芷若，让他们遇到危险直接用。我们不会用，万一走火就糟了。我教你们，很简单。我们会好好学的。刘芷若提起小狼在城里搅得鸡犬不宁，我拿出铁链，打算先把它拴在院子里，日后带它上山捕猎。我刚走出屋，刘芷晴就提议去城里住，不想让我再冒险。刘芷若也有此意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我去跟姐夫说，姐夫，我们离开陈家村吧，有存款和存粮，足够在城里立足，别再冒险了。四处都闹饥荒，留在这里至少能保证温饱，离开后去哪儿找食物？我会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你们放心。刘芷晴和刘芷若被说服，不再多言。另一边，陈凯回到家，推开房门，竟看到陈文靠坐在床头，肩头还在渗血，手边放着酒精和纱布。表哥，你不是被赶出村了吗？你没事吧？怎么在这儿？刚才为什么不帮我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给我处理伤口，我快疼死了。我不会啊，你去找别人帮忙吧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让我找别人，赶紧过来帮我处理。枪伤不是小事儿，拖久了手会废的，你去医院吧。自从你来了陈家村，惹了多少麻烦，就因为你，我们差点被剥夺狩猎资格。只有跟着陈昭才有活路，你赶紧走。我可以带你打猎，怕什么？山上冒出来一批有猎枪、实力强的陌生人，咱俩上山就是找死。陈凯说完才察觉失言，怕陈文找陌生人合作，赶紧将酒精和纱布塞进他怀里，把他推出门外。别废话，赶紧走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没种的废物，你给老子记住！陈文搜刮了陈凯家的食物，向着高山走去，打算找陌生猎人联手对付陈昭。陈凯思来想去，决定去通知我。陈凯来到我家，敲响院门。此时我正和两女吃饭。陈昭表哥，我是陈凯，有重要的事找你。我刚才在我家看到陈文了，我赶他走时，不小心把山上有陌生猎人的事泄露了，他很可能会找那些人合作。我来提醒你一声。陈凯说的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是陈文的阴谋？不像，陈凯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，最近得小心。这2天吃完饭，咱们一起去山上练枪。记住，有人欺负你们直接开枪，出了问题我担着。我不在时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之后2天，我带着刘芷若、刘芷晴在后山练枪，两人虽天赋一般，但已能从容应敌开枪。这天3人练完枪下山，见一群村民围在自家门前。我去应付，你们从后门溜进去。
我们按你说的买了猎枪，钱不够，只买了7支，轮换着用，应该够用吧？没问题，你们回去休息，明日一早一起上山。你们几个把枪搬进屋里。次日天刚亮，被点名的7个村民和刘家父子已在院外集合。我开门让大家进屋拿枪。没问题吧？带他们上山，一是探情况，二是练枪，能不能打到猎物不重要。众人在山间雪地边缘走了1个小时，毫无收获。陈昭弯腰查看时，发现雪地里有许多弹壳和绳索痕迹。他立刻明白，边缘地带的野兽已经被那些陌生猎人收割殆尽，不用在附近找了，这里已经没有猎物了，直接入深山。一定要去吗？深山里面太危险了，万一遇到那些陌生猎人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要么跟着我入深山，要么现在就打道回府，你们自己选，我不勉强。村民们家中早已断粮，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往深山走。刚走几百米，便发现一只野兔，村民们纷纷拿起猎枪。野兔受惊逃窜，村民们没打中，纷纷抱怨猎枪难用，准头差。你之前说猎物平分，怎么现在变卦了？一只野兔10个人分不够塞牙缝，大体型野兽再平分，野兔谁打到算谁的。刘万山不等村民争辩，一枪爆头野兔，绑在腰上继续前进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我们是来吃饱的。大猎物会平分，小东西谁打谁得。一会儿你们先动手。村民们恳求我传授用枪经验，我说打枪靠感觉，只能示范让他们自行感悟。之后遇到2次猎物，都被我和刘家父子拿下。村民们耗光子弹却一无所获，愤怒的想要抢猎物。你们明知道我们不会用枪，故意羞辱我们。是你们没捞到好处，恼羞成怒吧？换成你们，会把野兔平分吗？有意见现在就滚！我们家里没余粮了，今天不带食物回去会饿死的。你们可以组队徒手抓野兔，别浪费时间，天黑前得下山。村民们无奈，之后遇到野兔便一窝蜂扑上去抓捕。天色渐暗，众人拎着猎物下山。村书记早已在村口等候，急忙上前询问收获。今天收获怎么样？没遇到大猎物，就打到这些。陈昭和刘叔他们个个满载而归。村民们向村书记抱怨我不按约定平分猎物，村书记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安慰了几句，便让村民们回去了。陈昭说小猎物谁打到算谁的，我们忙活大半天没收获，你要为我们做主。一只野兔10个人分不够，陈昭做的没问题，都回去休息吧。次日清晨，村里响起惊呼，村民家的肉都被偷了。大家猜测是狼干的，我被吵醒，发现院子里的小狼嘴边有血渍，牙缝里还有皮毛，断定是他偷的。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偷了村民的肉？刘芷若和刘芷晴走出屋，刘芷晴检查后发现自家的肉没少，刘芷若劝说我饶小狼一次。姐夫，咱们家的肉没少，饶他这一回吧，没人会怀疑到他头上，以后看好他就是。下不为例，以后可得看紧了。2人刚把小狼拴好，村民便敲门求助，说食物被野兽吃了，想赶紧上山打猎。我们家食物被吃了，麻烦叫陈昭一起上山，不然今晚得饿肚子。我拿着猎枪出来，决定带上小狼一起上山，顺便培养他的狩猎本事。今天的收获不论多少都平分，大家拿上枪，走吧。太谢谢你了，陈昭。我拿着猎枪出来，决定带上小狼一起上山，顺便培养他的狩猎本事。我叫上刘家父子，刚入山，小狼便奋力挣扎。去吧，好好带路，今晚能吃多少肉就看你了。我松开小狼，它窜进雪地肆意奔跑，不时发出狼叫。村民们担心招来野兽，我却直言不怕招不来，带着众人追了上去。把小狼叫回来吧，动静太大，怕招野兽。咱们就是来猎食的，怕什么？跟我走。很快，小狼叼着一只野兔回来，乖巧放到我脚边。村民们纷纷赞叹它通人性。陈昭，这狼卖吗？价格你开。不卖。你们想养，可以自己上山碰运气。小狼继续带路，1个小时内，众人收获颇丰。村民们提议返程，我却想再往深山走。刘万山和老刘头纷纷附和。大虫，咱们快逃吧！他刚进食完，要不咱们小心离开。自信点儿，一枪爆头就能解决他。
突然一声枪响，一名村民不小心走火，老虎瞬间戒备。谁开的枪？管好自己的手！我不小心碰到的。老虎被激怒，向着众人冲来。小狼率先扑上去咬住老虎前臂，却被老虎咬住尾巴扯下来。我一枪打中老虎后腿，紧接着又开枪打在他腰部。小狼闪开，其他人开枪！老虎临死反扑，小狼机敏跳开，我连发2枪，身后村民却乱作一团，端枪四处逃窜。给我站住！越慌越容易出事。陈昭，你疯了！快跑啊！老虎放弃进攻我3人，转头扑向逃窜的村民。几名村民吓得瘫倒在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瞄准老虎头颅扣动扳机，子弹射穿虎头却未致命。老虎扑向村民，刘万山一把拽走吓呆的人。陈昭，我来帮你。老刘头单膝下对开枪，子弹射入老虎腹部，我紧接着瞄准，子弹射穿老虎眼眶，老虎轰然倒地。陈昭，你太牛叉了！危机解除，村民们羞愧低头。我早说过听我安排，这种事不许再发生。对不起，我们太慌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我招呼众人下山，小狼摇着流血的尾巴凑上来求表扬。你立了大功，回去给你做好吃的。这小家伙真通人性，以后你独自上山，我借你用。算了，我怕他叼走我的猎物。我突然想起昨晚小狼偷肉的事，心中生疑。另一边，村书记陈家康家中，马春花正给他捶背。家康，你得帮小文落户陈家村。饥荒年月，我们娘俩离了这儿，活不了。他惹了众怒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别搪塞我，我对你有求必应，你不能反悔。现在陈家村靠陈昭撑着，惹怒他谁都没好日子。我会尽快处理，你再等等。那你快点儿，他一个人在外养伤，天寒地冻的，你赶紧把他接回来。你倒是说说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找了个地方休养，你搞定村里的事就行。门外传来急促敲门声，村民兴奋告知我打猎归来。陈家康慌忙起身，拒绝马春花一同前往，两人爆发争执。你跟我去，村里人会怎么想？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你还怕人知道？陈家康不再理会，径直离去。陈家康赶到村中空地，只见老虎被摆在中央，村民们围在四周议论纷纷。陈昭太厉害了，有他是咱们村的福气。就是太小气，能多分点肉就好了。你没出力还贪心，小心陈昭不分给你。陈家康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目光却频频落在老虎尸体上。陈昭，辛苦你了，后续狩猎小队有需求，我一定满足。不客气，我先分肉了，虎皮和虎鞭我留着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我们要点肉就行。我接过刘万山递来的刀，动手扒皮。刘家父子帮忙分肉，上山打猎的村民每人分到10斤，没上山的只能眼巴巴看着。忙活1个多小时后，没上山的村民拿出钱，恳求我便宜收点多余的肉。我们按价买，看在同村份上，给我们算便宜点。可以，但现在肉价要加价，你们能接受吗？能接受，我们相信你不会坑我们。陈昭，给我也来点。我接过村民和陈家康递来的钱，按价分肉给他们。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村民们道谢后离去。刘叔，剩下的肉咱们分点，其余的进城卖掉，钱也分你一半。钱你留着，这老虎基本是你搞定的，我们能分到肉就知足了。为啥要卖？饥荒年月，囤着自己吃多好。饥荒才要换钱买米面柴油，还能找饭店长期合作，总不能光吃肉。有道理，明早我们来找你，一起进城。两人扛着肉往家走，直接卖给村里人多省事，何必跑远路？城里肉价3、4块一斤，村里顶多1块2，卖贵卖贱都不讨好，我不想吃亏。还是你考虑周到，村里那些人确实喂不饱。万山辛苦了，再等等，马上开饭。我想过了，回头进趟城，找个大饭店合作一下。姐夫，你做主就好，我们都听你的。陈昭，
你真好命，啥时候我也能有贤内助？你不是有你爹吗？他可不让我做主。明天跟我一起进城吧，给你们买点东西。我们不去了，得看着小狼，免得他再闯祸。行，那我给你们买几身衣服鞋子回来。不用了，我们有衣服穿。我赚钱就是让你们过得好，这事儿听我的。刘万山吃完饭便匆匆告辞离开。翌日清晨，我与刘家父子骑着板车进城，茫茫大雾中缓慢前行。出村5里地，道路两侧挤满衣衫褴褛的流民，互相依偎，瘦的只剩皮包骨头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儿子3、4天没吃饱饭了。刘家父子不为所动，与我眼神会意后，我示意老刘头继续走。流民追了远路，终究只能作罢。没想到外面情况这么艰难，城里流民是这儿的10几倍，饥荒比你想的残酷多了。上面没什么救济政策，饥荒太严重，政策撑不了多久，要么救到底，要么不救。一路上屡遇流民，或哀求或抢食，多亏猎枪才没让他们得手。板车入城，大半店铺关门，街上满是流民，见人就扑上来乞讨或求活计。给点吃的吧，我什么都能干，给口饭就行。我转头询问老刘头，老刘头坦言不熟悉饭馆，我便选了一家开门的饭馆进去。老板，买肉吗？昨儿刚从山上打的，保证新鲜。我们是饭馆，不是菜市场，好几天没开张了，买肉没用，要吃饭欢迎，卖东西赶紧走。3人接连碰壁，多家餐馆都以没人吃饭、没钱买肉为由拒绝。陈昭，今天行情这么差，咱们还能卖出去吗？前几天来还有人买，今儿怎么这么冷清？我看着流民若有所思，猜测是流民作乱让店铺关门，决定去大型酒楼碰碰运气。马管事，我的菜呢？这么久还不上，老子快饿死了。马上，后厨正在做，稍等片刻。都别愣着，赶紧去后厨催菜。马管事，厨房没多少肉了，客人还越来越多，要不咱们回绝些，送上门的生意能不做？赶紧想办法弄肉，我这生意要越做越红火。我将一切看在眼里，走到马管事身边，刘家父子紧随其后。不是来吃饭的，要饭去别家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老板误会了，我听见你缺肉，正好我是卖肉的，你跟我出去看看。你有肉？我是猎人，昨儿上山打到一头虎，剩了不少新鲜虎肉，想拿来卖，还想跟你谈长期合作。马管事又惊又喜，跟着我来到门外。老刘头掀开板车上的布，露出虎肉。的确新鲜，这些肉我要了，开个价。价格好商量，我想长期给你供货，保证每天送新鲜肉来，你不用再四处找肉。饥荒年月，猎人打猎看运气，你能保证每天有肉？我相信自己的本事，总不能让自己饿死。今天先给你100斤，够你用2天。后天这个时间我再送新鲜的，满意咱们就签长期合作。马管事思索片刻，下定决心，点头同意，冲店里喊人来搬肉。好，我信你一次，价格绝对不亏待你。酒楼能不能撑下去就靠你了。小二，来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员工们匆匆跑出来，将100斤虎肉搬进厨房。马管事领着我3人去后院，拿出一沓钱。这1000块是今天的肉钱，定金先不给，后续按这个价收，怎么样？不给定金不行，万一我们拉来肉你不要了怎么办？没事，老板的顾虑我懂，先按你说的来，等建立信任再付定金也不迟。马管事满意我的爽快，双方敲定合作。马管事邀请3人留下吃饭。一看你就会做生意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3人找位置坐下。刘万山担忧后续打猎强度，我将几张100元大钞塞进他怀里。陈昭，这太多了，我们拿的肉远不足你。你们帮了我不少，这是该得的。一会儿一起买物资。村里最仗义的就是你了。以后别多捕老虎，数量本就少。我打算买狩猎装备，换猎枪，再买点米面粮油，给芷沃姐妹买新衣裳。行，本来以为够娶媳妇儿的，这下撑不过今天了。钱还会有，先买必须的。饭菜上桌，3人吃饱后告别马管事，采购了满满一车物资，远路返回。刘明见状不敢阻拦。陈家村，刘芷若和刘芷晴将多余的肉制成肉干，方便储存携带。这么多肉干，够吃好几个月了。遇见陈昭是咱们的福气，不拖他后腿就好。给，这是你今天的饭。2人拿着生肉去喂小狼，小狼正啃着虎骨头，见肉眼睛一亮，叼着肉还护着骨头。
门外一道身影闪过，刘芷若将刘芷晴拉到身后，开门查看。谁在那儿？门口站着几个挂着猎枪的陌生男人。刘芷若想起我的提醒，暗叫不妙。请问有米或面吗？我们想换点儿。没有，你们找别人吧。等等，我们就换点粮食，不会白拿的。没有粮食，换点别的也行啊。家里没多余粮食，请你们离开。刘芷若尝试关门，却被对方死死顶住。院子里的小狼龇牙低吼，猎人见状神色一变。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滚开！再过来我叫人了！滚开！我们没有粮食。给脸不要脸！兄弟们，动手！陈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瞧见闹事，你们外来的赶紧走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狠狠打！院子里的吵闹声引来路过村民，看到陈凯受伤流血，快找人帮忙！这是陈昭家，不能视若无睹。陈昭日子过得好，咱们何必？没有陈昭，你能吃上肉？村书记都向着他，你嫉妒心蒙蔽了。村书记带着乡亲们扛着猎枪，拿着棍棒赶来。此时陈凯已被4名外来猎人打趴下。你们不是本村的，敢来闹事儿，胆子肥了！我们是山那边的猎户，来换粮食的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刚才动手动脚的样子可不是误会。给我滚！再踏进村子半步，休怪我们不客气！滚！我们走，我们走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谢谢书记，乡亲们，要是你们来晚一步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这是应该的。这些外来害人精，欺人太甚。你满身是伤，去医院瞧瞧吧。都是皮外伤，忍忍就好。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谨防那些猎人折返找麻烦。怎么回事？一群外来猎人来闹事，说是换粮，实则对他们动手动脚。人呢？被我们赶走了，往南边林子去了。他们还背着猎枪，敢欺负到我家人头上，再回来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今天的事谢了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我示意刘芷若帮忙搬板车上的物资。刘芷晴看到满车米面粮油调味品，姐夫，这些都是你买的？怎么买了这么多？不能亏了生活。这些得花不少钱吧？钱就是拿来用的，吃好点不行？姐夫你太厉害了，以后不用愁没粮食了吧？当然，有备无患。我翻出药酒，让刘芷若给陈凯上药，给陈凯上点药。小伤而已，不用麻烦，别推辞，让他上药。我表哥陈文，觉得我跟他一样？不一样，你真有本事，那麻烦你了。这药酒真辣，忍着点儿。伤好了别急着走，留下来吃饭。你让我留下来，不然呢？去洗手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天色渐暗，刘芷若姐妹在厨房张罗丰盛晚饭，陈凯坐在院中，肚子咕咕叫。今天跑了一天，实在饿了。饿了就多吃点儿。表嫂子做饭真香，我家可舍不得放这么多肉。饭菜上桌，我拿出特意买的烧酒，给陈凯倒了一杯。这是给我的？废话，喝吧。这酒可真够劲儿。两人大快朵颐。陈凯吃得满嘴流油。这米饭，这肉也太好吃了。饭后我准备去刘万山家商量明天上山的事，陈凯叫住我：“表哥，以后上山打猎能不能带着我？我绝不拖后腿。”行，多谢表哥，多谢表哥。我不是白眼狼，你有事，我绝不含糊。我转身拿出一整袋米递给他。作为护着家人的谢礼，拿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行，你家也要吃饭。别推辞，护我家人有功，
该拿的。陈凯攥着米袋，眼眶泛红，道谢后大步离开。不久，老刘头背着炒花生，刘万山拎着2坛酒敲门来访。3人围桌坐下，老刘头倒满酒，3人先喝了一口暖暖身子。进城收获不错，有固定销路就不愁吃穿了。傍晚那几个外来人的事儿到底咋回事？敢来你家撒野，真是不知死活！他们跑了，再敢来，我绝不手软。真当陈家村好欺负，下次绝不能轻饶。最近猎物越来越少，再这样下去要吃不上肉了。那明天去北山头。北山头？胡闹！北山头凶险万分，山豹黑熊遍地，你拿命开玩笑？你没开玩笑吧？一般人去了，要么空手归，要么回不来。刘叔，我心里有数。陈昭不是冲动的人，他自有打算。咱们不去，也未必能找到猎物。算了，听你的。新枪我都舍不得用，老枪准度不够，换这些能提高打猎效率。